如果你今天突然收到一封信，告诉你，请来参加新世界的抽签，赢了可以得到永久土地，输了就只能旁观别人精彩的人生，你会怎么准备？更刺激的是，抽签前他们要重新清点一遍所有参赛者，一个都不能漏，一个也不能假冒。民数记26章记录了第二次全国大点名，第一次是在出埃及后不久，民数记第1章。但因为悖逆和不信，原本那一代人多数都倒闭在旷野，现在要进迦南的是他们的后代。这份人数清单不只是统计资料，而是未来分地权益的依据。人多的支派得的地多，人少的支派得的地少。这也象征着一个重大信息：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但只有相信并坚持到最后的人能承接。雷恩在一家老字号广告公司工作，这间公司历史悠久，光环闪耀，员工众多。可惜这几年市场大变，网络行销、新媒体如浪潮般席卷而来，公司逐渐跟不上时代。终于有一天，高层宣布，公司将大幅改组，未来只保留能适应新市场的人才。3个月后，将根据一系列的新标准重新评估。每个人要填写一份个人贡献报告、技能升级计划以及展示一个创意提案。这消息像地震一样震动全公司，有人开始疯狂参加课程，认真学习新工具，有人嘴巴上说努力，心里却觉得根本就是场骗局。也有些人默默离职，认为自己不可能过关。雷恩一开始也很沮丧，他习惯了过去那种慢悠悠、靠人脉走天下的工作模式，突然要跟年轻人一样上网路课程，做互动式提案，简直要他命。有一天，他在家翻到一张大学时的照片，那时的他满怀热血，对世界充满好奇。他问自己，如果是当初那个雷恩会怎么做？于是他开始改变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自学短影片剪辑，假日跟朋友讨论新媒体趋势。他不是最年轻、最潮的人，但他是改变的最真心的一个。3个月后，公司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，一张大萤幕上逐一显示通过改革的人名。雷恩看着名字一个个跳出，心脏跳得飞快。终于在萤幕的下半部，他看见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他松了口气，却也明白，这份得来不易的新身份，不是靠过去的光环，而是靠新生命的态度。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重整后的新公司，挑战才刚开始。雷恩和其他留下来的人必须携手建立新的文化、新的价值观。他们不是幸存者，而是开拓者。每一次新的专案，每一次市场的震荡，都在提醒他们，留下来只是开始，持续成长才是关键。
民数记26章不只是一份冰冷的人口统计表，它是一份生命续航的名单。那些愿意相信神、跟随神的人，才能名列其中，进入应许之地。旷野中老一代因悖逆而倒下，这新一代则要背负盼望，承接未来。而现代的我们也常常面对属灵的新局改革，神要我们更新信心，更新眼光，成为能进入他应许的人。留下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而是因为愿意被神更新的人才能继续走下去。神不是单单在数人头，他在看我们里面的心志与顺服。真正赢得未来的，不是技巧最花俏的人，而是那个愿意真心转变，跟上新时代的人。在信仰里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心态，不断被神更新，不断预备自己，迎向他为我们预备的更大使命。